DS 新出的2款配色，之前的红蜘蛛嘛，我们已经细致的演示过正变和逆变的造型了。毕竟这2个只是重涂的东西，我们主要还是看一看这一回的闹翻天和惊天雷这2款的配色方面有什么不同。其实来说啊 ，DS 家的这个料子，它涂装也好了，用料也好了，并没有发现那种很亮的感觉，它只是这种就有点像磨砂的那种质感吧。就是飞机其实做这样，我觉得没错啊。反正我挺害怕飞机做成那种特反光的镜面效果，那种油亮的漆。飞机做成这种消光的也算对吧？整体来说的变形结构没有什么改动，只是配色的不同吧。谁家做惊天雷和闹翻天还会改模呢？对吧？所以这2个呢，我们只是看一下这个配色方案。而且呢，现在惊天和闹翻天这2个应该是基本上同时期出货吧。差的时间也就是几天，年前基本上这2个东西都在大货上市了，所以也是马上 DS 的这个红金闹3小队也要集齐了。可以说啊，在设计这2个东西的过程中，就是红蜘蛛那个时候我就说过这句话，这个变形设计太绕了，太半熟了，一些倒角没有给出来容差，也就是说你在变形的时候必须严苛的按照设计师必须让你去过的那个角度那个空间来把零件让出来，不然的话就会很难受的变形。详细的变形视频可以参照之前我发的红蜘蛛的视频啊，正变逆变都有。但是这2个现在做出来呢，今天不是我们直播的主角，这一期视频的主角是这个东西，思阳文化出品的这一套配件包，盒子牛皮纸包装啊，很简单，其实里边没多少东西。这是红蜘蛛的版本。然后呢，今天正好 DS 的这2个新配色出来了，我们把惊天雷和闹翻天的配件包安装上，看看效果如何。其实说起来，这些配件在你变成飞机形态的时候是不能搭载的，这个只是为了服务于人形的一个配件包，因为这些就是美型的一个遮挡件啊。首先把这一块扣上去，背包这个地方直接往上砌就行，嵌合进去，卡扣卡住。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来看啊，无论是哪个配色吧，反正红蜘蛛这个模具吧，我觉得首先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滑道的，进气口的这个地方，变成人形的时候，对于我印象当中还原记忆动画应该是把这个肩胛往前推一节来更像是动画片里边的一个造型吧。反正我记得尖头应该是立在耳朵两边的。但是呢，无论是 MP 的52还是这一次思阳的这套配件包做出来，它理论上是让你往后推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扣子往后滑，让这2个肩膀跟这样去贴合，也就是说脑袋往前方露的更多了一点点，不过稍微的还好一些啊。DS 的这个模具2个肩膀并没有 MP52的那么靠后， MP52差不多在后脑勺的后边啊，然后这一块是裙甲的位置，再跟这里嵌一下，就是说让这个东西的过渡圆润一些。最后嘛，这个其实是当时 DS 变成人形以后诟病最多的，大家觉得后背这2翅膀太乱了，跟后面看不美观啊，所以呢，这回这个配件包给你加了个盖儿，直接跟这么扣上去。这么扣完了以后呢，其实你看这个翅膀整体的这一圈是变宽了的，变粗了，就是把这些看起来比较凌乱的造型，尤其折叠起来的金翼完全的挡在了里边。加上了这个配件以后吧，其实从正面看问题不大，跟之前的一个美型度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从侧面这里看的话，会感觉到翅膀和背包的厚度有增加，主要为了服务于的是后背这里看的一个造型，也就是说这一块配色也好了，造型过渡也好了，还原了，翅膀没有那么乱了，全给你遮起来了。同时加厚的这个后屁屁甲呢，也是跟背包这里有了一个更加稍微圆润的过渡吧，就显得背包和裤衩中间没有那么大的错落感了。好，我们把惊天雷的也装一下吧。其实造型还是挺像记忆里边的，但是也毕竟这个东西是另外后加的嘛，
所以厚度上边只是为了保证这个美型，所以无法做的100%还原设定图里边那个薄薄的感觉啊。加上翅膀这里确实也加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的效果自然是要比之前你没加配件包的那个还原了更多，也算是一个美型的补足吧。其实效果还很漂亮吧，就算加上了这个背包，加上了这个替换件，背包的厚度也比 MP52要薄。总体来说就是这样吧，很简单的2个小配件啊，给它装上去以后，在美型度上边有了一个大的提升，效果还不错。